中共宣传无神论，但您知道中共高官和贪官其实都在积极拜神吗？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经济学人》相继披露，共产党高官求神问卜非常普遍，甚至还因此影响国家经济。你知道吗？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党魁是怎样搞迷信呢？还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生前曾经猛抄佛经，又是为了什么呢？大家好，我是唐浩。最近中共央视在播放一套关于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纪录片，因为老江的100岁名单要到了，而且还传出了中共高层准备在8月17号举办一个大规模的纪念会，那中共高官跟退休元老们可能都会出席。那看到这个消息让我觉得习近平在国内外被人民骂到狗血淋头还真不是无辜的呢。你想想中共对邓小平搞个100年名单纪念会还说得过去，毕竟他搞了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富起来了，对中国还是有贡献的。但是对老江也搞这么大的宣传会，这就是糊涂了。不信吗？你说说，老江对中国有什么贡献呢？在我看来老江掌权10几年，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有3个，但是全都是负贡献。第一，建立举国贪腐体制，全国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江泽民的任内堪称是中共史上腐败最加速、最堕落的时期。老江掌权的初期因为自己没有什么实力当后盾，所以就放任官员贪腐来交换他们支持老江，也就是利用贪腐来当建材，组建了一个史上最巨大的腐败权贵集团。而老江自己的家族成员也是疯狂的贪腐敛财，那全国上下几乎是无官不贪，无腐不腐。所以习近平上任初期他抓下的贪官几乎都是江派的人马，包括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等等。那根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从2012年底到2021年底被习近平拿下的议员贪官至少有108人，已经可以写一本贪腐水浒传了。那根据经济学家胡鞍钢的推算2001年中共官员贪腐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高达中国经济产值的13%到16%，那这就是老江的首要贡献。第二，出卖大片中国领土，丢掉40多个台湾。江泽民任内与俄罗斯相继签订了几个协议，让出了中俄边境的大片土地，不包括外蒙古那总面积就超过了17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是47个台湾。因此赖清德也公开质疑过中共如果真的这么在意领土的完整的话，那为什么不先去跟俄罗斯来索讨那一大片的失土呢？第三，动用全国力量迫害法轮功，建立活摘器官产业链。江泽民从1999年7月起就下令全国的党政军和媒体、教育等等的力量全面迫害1亿多名法轮功学员，还亲自下令了对法轮功学员要活摘器官，搞器官移植交易，造就了今天全国的器官产业链。前中共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也亲口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你看，老江对中国并没有责批人民，反而是贻害遍地。那现在习近平却要高调的纪念老江，这是不是说明了习自己也把误国贼捧成了爱国者呢？而且习曾经拼命的追打江派的千百名贪官，那现在却要来吹捧这批贪官的大老板，这不是很荒谬、很矛盾吗？其实老江还有一个遗产就是他亲自戳破了中共的无神论谎言。在2001年1月香港的《开放》杂志引述北京人士的消息说江泽民借了一本《地藏经》回家，亲自抄写了一遍。这可稀奇中共是考无神论的，但是中共党魁居然自己在抄佛经，为什么呢？因为老江下令迫害法轮功，造成全国无数的冤假错案，死伤是难以估计。那他经常梦到自己被打入地狱受刑，半夜惊醒了，所以他就异想天开的想抄《地藏经》来求佛保佑，赦免下地狱之灾。当然了，这绝对是妄想了，不是说求神拜佛是妄想而是他迫害佛法，活摘器官，杀人无数，
还以为抄佛经就能够跟神佛来讲价，求得赦免，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揭穿了中共所谓的无神论啊，连中共党魁自己都是不信的，对不对？其实呢，中共高官求神问卜可多了，而且呢，越高的官越贪的官，反而越求神佛。不相信吗？一会儿说给您听。休息一下，来看个健康资讯。您有呼吸道过敏、鼻炎或哮喘吗？或者常觉得呼吸不通畅，容易感冒吗？那么，请您要注意了。传统的韩国医学认为鼻子是肺部主导的，所以呼吸道的病变其实都跟肺部异常有关。像鼻炎、哮喘、肺病等等呢，都是因为肺部不健康、肺部积热过多导致的。因此，韩国的扁康韩医院院长徐孝熙，他经过50多年的经验与研究，用中草药开发出扁康丸。扁康丸可以从根本上清除肺部的积热，让肺部恢复健康，而鼻炎、哮喘和肺病呢，就会渐渐的康复，而呼吸不顺、容易疲劳以及相关的呼吸道症状呢，也会很快的改善。那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6万名病患被治愈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扁康丸的海外官网去了解，网址是 piancon.us。他们也有多国语言的服务电话可以免费咨询，涵盖了欧美、澳洲、日本和台湾、香港等地。还有个好消息，只要您输入优惠码唐浩 TANGHAO， 不分大小写，就可以获赠来自韩国的玄宝黑参原参。这是遵循400年传统古法制作的黑参可以补肾补气、恢复精力，还可以抗癌、抗肿瘤、降血糖、防血栓等等。而且呢，买几瓶扁康丸就送几支黑参，机会是非常难得，还请您把握了。好，中共高官求神问卜有多厉害呢？连国际媒体都好奇了。美国《华尔街日报》在6月发了一篇报道，把2013年到今年5月落马的940几名中共高官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居然有160几人落马的原因呢，都是跟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和抱有迷信思想有关，占比超过了1/6。那这些封建迷信活动是什么呢？包括了求神拜佛、算命看相、找大师或通灵人士来求教，还有呢看风水等等。其实说穿了，求神拜佛或看风水绝对不是他们落马的主因，他们的政治不忠诚才是主因。为什么呢？你看习近平自己就相信风水，也求神拜佛他相信秦岭是他的地位龙脉，所以曾经下令6次要求拆除秦岭的别墅群，免得影响他的皇帝命。最后呢，还出动了中纪委才拆了别墅。那在2020年4月，他不但亲自去秦岭看龙脉，5月呢，还到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去拜佛。你说用共产党的话讲，他这是不是带头参与封建迷信呢？再说远一点的，毛泽东自己也是嘴上说无神，心里怕佛神。老毛在建政之后呢，从来不敢踏进紫禁城，因为曾经有个老道跟老毛交代说故宫的王气很重，老毛的命跟历代帝王是相克的，所以不能进故宫，否则会出问题。所以老毛终身不敢踏进故宫一步。而且老毛虽然在延安待了13年，但建政之后从来没回过延安，因为呢，曾经有高人告诉他，黄河不可轻易过，如果渡过了黄河以后，就不要再回头。所以老毛后来就再也不敢渡河回延安了。还有曾经被视为中共接班人的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他在2017年被袭斗倒了。那其中一个理由是每天拜龙袍。另外呢，有的官员被查出到庙里去抽签问卜，那有人身上呢有各式各样的护身符，还有人花大钱到庙里去抢烧投炷香，还有人呢在办公室摆风水阵，或者是大兴土木的修风水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那英国的经济学人也很好事他们最近发了一篇文章，说有研究发现中国那些相信风水的市长们会对那些不利他们命运的地方减少投资，也就是凶位。那平均下来呢，那些凶位的县 GDP 增长呢比其他的县要少了2.3%，有意思吧？
不过呢，我认为求神拜佛也好，算卦看风水也好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呢，这是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与习俗，而且中共的无神论本来就是一套政治斗争的骗术。那目的呢，是要把共产党推向神坛，来取代了一切神佛，成为人民心中唯一的最高权威，让人们只信党不信神。但是现在共产党的无神论显然是被捅破了，因为呢，不只是习近平、毛泽东这些顶层高官都相信神佛、相信龙脉，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都积极的在求神拜佛、算卦问卜，而且呢，越大的官、越贪的官，往往拜神就越积极。我先说结论，中共100年来鼓吹无神论，但中共官场的体制特性却自己把无神论给打倒了。大家想想为什么今天的中共官场会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要求神拜佛、算卦看风水呢？是为了响应党魁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当然不是。第一，中共官员求神拜佛是因为他们权力欲望过度的膨胀，却发现他们虽然控制了权力，却控制不了未来。大家想想中共是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威权体制，那权力就是一切，所以所有的官员都拼了命的搞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往上爬。你看，习近平爬上党魁的位置了，却被暗杀过了无数次。他确实站上了今天中国的权力之巅，他今天控制了全中国，可是明天呢？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连自己的健康都控制不了。所以很多中共官员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残酷斗争之后，才发现他们拥有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却不知道这个权力能留在他们手里多久，害怕失去。那越高的官越害怕失去权威，所以呢，他们只能找共产党禁止的神佛来求助，找所谓的高人和大师来做法摆风水，希望呢能够控制他们的权力与未来。第二个原因，中共的假恶斗体制，官场斗争严峻残酷，官员命运难测。今天你看这个人是皇亲国戚，明天呢，他却可能变成了阶下囚。比方说，最近落马的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他过去不但是仕途被看好，还跟彭丽媛关系良好，是夫人帮的皇亲国戚，结果一夕间就人间消失，打入了监狱。毕竟呢，中共官场里人人都在算计着怎么样夺取更多的权力，所以铺天盖地的斗争手段随时都会降临在每个官员的身上。那这种从天堂落入地狱的案例已经是多得不胜枚举了。所以很多官员也会对这个体制感到绝望，因为呢，不是你努力就会有回报，不是你有权力就不会倒台，你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所以许多官员为了保全、保钱、保性命呢，就纷纷走上了求神问卜之路。那其实这挺讽刺的他们为了权力自愿跳入大魔窟，加入共产魔教，但现在又想回头来求神佛来保佑他们，帮他们在魔窟中出人头地，成为更大的魔头。那这可能吗？第三个原因，中共贪官作恶心虚，害怕报应，想求神佛来消灾解难。中共官场几乎是无官不贪，而这些贪官们都害怕会不会有一天被查、被抓、被抄家呢？特别是现在中共官场激烈恶斗着，那人人自危，他们不敢联手举兵来推翻习近平，那怎么办呢？只能够到庙里去烧香买护身符，只能够找高人来指点风水。说白了就是怕遭报应。那还有一种更坏的官员，就是像江泽民那样大规模的迫害佛法修炼者，迫害信仰，结果呢，不但自己是噩梦连连，还看到身边许多参与迫害的官员都相继出事了，有的被反贪腐给抓了，有的呢突然是暴病而死。那他能不害怕报应吗？所以呢，就只能抄佛经、烧佛香，想求神佛来赦免。但是这只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了。所以虽然中共喊无神论，但实际上他们的假恶斗和追逐权力的体制呢，反而促使更多人不得不走向神佛，走向超自然力量来求助。尤其是高官贪官更要拜。
但是呢，这些官员呢，往往也已经是满手鲜血、满身罪恶，那神佛啊也难救了。因此呢，如果你不希望被共产党害到这步田地的话，我有2个建议。第一呢，不要加入共产党的相关组织，不要掉进共产党的斗争机器里头。第二呢，如果你已经在体制里了，那就尽快的到海外网站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站在正义与觉醒的一方。这样呢，也许神佛才能对你开根，指引你走出命运的悲剧。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次再会。